数字7的人是天才，意味是聪明、能干、反应快又懂事的代表。大家在烦恼的俗事好像都难不倒7，这么聪明的人，想必人生都是一帆风顺吧？不，毕竟天才的孤独不被理解是正常现象。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如果你是7号人，或是生日主题数等于7的人，意味是聪明、能干、反应快又懂事的代表，很懂得让爸妈、大人物们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，会先模拟各种可能机会，自己的能力范围，排除不可行之后，谨慎选项会全面执行到底。像身为学生但需要钱的时候会怎么做？多数人会去找打工，把下课后的时间塞满，但打工会没时间学习，成绩可能变差。对7来说，会顾此失彼就是个笨方法。找出省时省力、多方兼顾的才是好计划。不如申请奖金、补助，游说有资源的大人支持，让自己多方兼顾，就不是普通人会做的事吧。大家在烦恼的俗事好像都难不倒7，这么聪明的人，想必人生都是一帆风顺吧？让聪明人处理简单事，会觉得开心得意吗？不，反而会觉得好无聊、好烦，受不了。想想看，高手要怎么玩游戏才会好玩呢？增加地图难度、复杂度，减少补充品、补血包，让操作变难，怪物增加， BOSS 回血比自己快。如果地球是超级乐园，难不成7会玩自虐吗？是的，你猜对了，提高游戏的难度，障碍设定，天才7当然选有等级才解锁的高手玩法呀。不挑战怎么展现厉害的头脑与华丽的技能？最好是到所有人都不敢选的才厉害。只是天才也会有累的时候，要是觉得有点烦，忍不住去想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时，不妨去看偶像心愿，请看没有浓缩的原作。因为7赖路、9条天和你一样是主题7的玩家，都挑战高难度，全靠自己的专业领域时，也只有自己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可以怎么出手。毕竟天才的孤独不被理解是正常现象。最重要的是确定自己还有在前进，感谢努力不放弃的自己，就有再继续的力量。让我们一起从主角身上学聪明吧。今天来说2015发行超红手游加动画的作品《偶像心愿》，原名 Idolish 7，有多红呢？在101的信义区都有他们的户外广告哦。只要下载 App 就知道歌曲根本是日本流行歌。虽然无法办签名会，但办过声优演唱会哦。好听的歌曲，完美的舞蹈，羽毛流苏加屁莲，可以想象成虚拟偶像界的杰尼斯男团，完全活在数位世界的帅哥们有什么特别吗？他们不用减肥、医美整形就可以一直帅下去。身为忠实粉丝，不用担心偶像会冒出心碎绯闻，更不会结婚生小孩，可以安心喜欢一辈子。对粉丝来说，是不是绝对安心的保证呢？光听歌曲真的会以为是杰尼斯男团的单曲，有这么厉害吗？用科技打造出来的偶像，没看过的话值得去看看有多神奇。如果你已经是粉丝，欢迎留言最推谁哟。对喵喵大师来说，本作最有趣的地方是角色名字都有数字，从1到10和百千万，以后有机会再说数字命名的辅助影响。今天要说的是本作的主角 Idolish 7的7赖路和双胞胎哥哥 Toliga 的9条天，都是7月9号生日，7加9等于16， 1加6等于7，一样的主题7。以为是身在演艺世家，取艺名各自出道吗？当然不，这样是显现不出7有多厉害的。先说哥哥9条天，代表色是粉红色，很好认，和7赖路是异卵双胞胎，所以同岁，但天和路两人的个性、长相、健康都不同。在13岁的时候，因爸妈的俱乐部经营不善，因此天离家成为9条阴眶的养子，出国学习，3年后回日本发展，担任 Toliga 的主唱。数字7会让人有人定胜天的钢铁意志，坚持24小时
时，贯彻小恶魔的角色设定，这是和天本性完全不同的偶像形象，是365天24小时都自我要求不下班的实力主义者。正因为专业意识这么强大，所以让人看不出来他其实只有18岁。7月9日的9让他喜欢完美的事物，讨厌半吊子，非常重视粉丝，认为在演出中无法给观众每分每秒都是最高享受，就是失职。即使生病住院，也坚持在演唱会完成使命。就算是背到现场一下台就倒，需要氧气罐，也要尽责的完美演出后再来慢慢休养。因此在看到 Idolish 7首次电视直播失常后，在冲绳遇到 I7 成员时，也不客气的当面指出错误，忘词，不专心，跳不好，而且说的理所当然，直接又毒舌，让失误的本人瞬间完全石化。这种精准打击无安慰的表达方式非常的七，高阶又专业的七通常就是这种感觉的哦。双胞胎弟弟鹿代表色红色，但从小体弱多病，曾经气喘长期住院，所以讨厌医院的味道。唯一乐趣是看哥哥唱歌跳舞，非常崇拜。但看到爆红的 Toriga 主唱是天使，心情复杂，因为不能接受他离家改姓失联去当偶像，这种钻牛角尖的想法也非常气哦。为了有当面对话的机会，鹿也决心要成为偶像，和天一样拿出数字7的钢铁意志来拼命。当 I7 团员知道天是哥哥，还说鹿有缺陷不能担任主唱时，反而让大家小心谨慎的刻意隔离兄弟两人，上台前不让鹿见到天，像一只就很怕他在演出前情绪激动而失常。直到有次鹿倒下住院，气喘病史才曝光，I7大家才知道天说鹿不能当偶像的理由。鹿以为自己会被经纪人劝说退团，没想到反而说要早点说明才能预防发作，像是认真打扫，减少过敏源，注意保暖。这让鹿很感动，决定加倍努力回馈大家期待。I7从此以后就前途一片光明吗？当然不是，是硬撑到逞强的程度，然后又倒下了。所有事情纠结在一起时，其实也快不了。但体验完自责、难过、反省、认真、急切各种幼版的7想不开的症状后，承认没有捷径，才甘愿如履薄冰的谨慎前进。鹿因为生病无法和同学朋友出门游玩，算比较不懂人际互动的美感，但很直率又努力，因此被别人拜托时也不大会拒绝，有共同目标时还会不顾一切的去达成。像是气喘快发作了，还和一只吵说想上台，对鹿来说这种争吵其实是快乐的哦，证明自己被大家需要，有安身立命的地方。如果觉得这种吵架的快乐很难懂，代表各位是正常的，毕竟天才7的想法和大家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可以练习欣赏，毕竟鹿是本着诚实温柔才直率的表达，在大家有顾虑时反而能让人放眼未来哦。此外，只有鹿能暂时关闭天的营业模式，在没外人时回到哥哥对弟弟的角度说话，但天一开口就是要鹿放弃当偶像，和鹿一开口就问为何抛弃家人都一样尖锐，但两人都是以关心爱护为出发点哦。这种针灸式的关爱法是不是让人招架不住？不经意间就说出刺中要害，让人感觉酸痛的话，但这两个7都是完全没有任何恶意，彻底散发我是为你好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只是大家觉得这样的沟通会有效吗？毕竟本作品是人帅歌好听，角色设定很明确，就请大家去看动画，看故事后来怎么发展吧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应该会好奇，双胞胎有同样的生日，是否会有一样的人生呢？当然不会哦，就算开局拿到一样的牌，只要出牌逻辑不同，时间累积的差异就会变大。双胞胎有对照组的存在，等于2倍速的前进，降低浪费时间的干扰，避免选择困难症。越快能证明时间投入在哪里，成就就在哪里。正因为有这么相像却又不同的存在，反而让人可以赶进度，意识到对手是自己。双胞胎再像也不是自己，要超越的只有自己。毕竟达人都是这样专注一心练出深度来的。选择专注道路的同学，喵喵大师向您致敬哦。
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